我知道啊，比起一个人在肉体上或者物质上，那女生更想要的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离不开你，因为身体和物质都很容易被替代。好，别人占了你的坑，就没你什么事了，这种感觉不爽。但精神不同，你在一个人的心里住过，很可能就会住一辈子，终究摆脱不了你的这种感觉，爽不爽啊？所以啊，身体和物质更像是食品，我可以换不同的食品来填饱肚子，对吧？精神就像是毒品，一旦沾上了，很难戒掉。即使戒掉了吧，在未来也可能不经意的发作。OK，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反过来问一下，就是怎样会让一个男人从精神上离开你？那我的答案是，当和你相处的时候都是负面情绪、负能量的时候，自然精神上就离开你了。那既然情绪是关键，就不得不谈到情绪价值了。其实这个词特别土啊，因为总是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情感教程里面，对吧？很多人会说情绪价值是恋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高价值啦。说什么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女生都能够让男生欲罢不能啦。哇，没毛病啊！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说，男生本身就更多的负责生存价值，在高压的情况下，男人确实会更希望女人能够带给自己情绪上的缓解和精神上的抚慰。OK， 那么落实到具体层面，我必须先说一个反例啊，比如让女生们聊天的时候多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多用好大呀、那么大、等等这样的语气词，以及多用类似这样的表情包，林林总总的。总之都是让自己看上去更亲和、更可爱。当然，可爱不是错，但是你能想象吗？别人问，嘿，在干嘛？我在背单词呢，待会儿就去吃饭的说，肚子好饿，这已经不是可爱了好吗？这可怕。所以说，如果把这些表面的东西就等同于情绪价值，这个就跑偏了。那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准确的说，就是通过表达情绪，让自己和对方产生情绪的共振，从而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情感更加深刻的一种价值。抛开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一种正面的感染力。我可以通过我的开心让你也开心，或者惬意、愉悦等等。这意味着要提供情绪价值，首先就要有正面的情绪嘛。这是关键，你可以回想一下，不管是同性、异性，我们总喜欢和那些好玩的人在一起。好玩的人为什么好玩？因为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笑声就是更多。为什么笑声更多？无非是他们情绪更加正面，能够感染你嘛。最简单的例子，你问一个人，嘿，我今天衣服好看吗？哇 ，Scooby， 这也太适合你了吧！啊，真的很好看。当然还可以是，嘿，我今天衣服好看吗？啊。挺好看的。你看，同样是夸奖，前者听了你就爽了吗？明显是带了正面情绪的，语调都上扬了，这就是最简单的情绪价值。后者不带情绪价值，你听了就大，是吧？就这么简单啊。OK， 那这是情绪，它其实意味着你怎么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说什么，去琢磨一些遣词造句，那就更加完美了。你看，一般人表达我想你了，那就是我想你了。张爱玲就会说了，阳光温热，岁月静好，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一般人表达结婚不，就会说，你愿意娶我吗？林徽因会说，答案很长，我只能有一生时间来回答，你准备要听了吗？一般人表达和你在一起很开心，会说哈哈哈。那乔治桑会说，你看是不是听起来都还挺撩的？所以啊，以后要是你的心上人被别人抢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输在了外表或者人品上。你只是输在了文学素养。好嘛，可能有同学已经看出来了，情绪价值说白了不就是多赞美、多调情，把别人放心上，再带点感情呗？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提供情绪价值这么简单，那是不是让一个人在精神上离不开你也就很简单了？这个就不是的啊。问题在于提供情绪价值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的、稳定的提供情绪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热恋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听喜欢的人说话嘛，愿意站在他的立场理解他、认同他。但吵架的时候呢，两个人有了分歧，你还愿意暂时放下分歧，压制你的愤怒，耐心听他说吗？安抚他吗？或者当你工作了一天，又累又烦躁，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玩玩手机的时候，他又来跟你说没完没了的话，这个时候你还能恰如其分的回应吗？很多同学可能不仅不愿意，还会下意识的排斥了。凭什么我要这么做，对吧？这个很真实的。我看过一个段子，讲的是一对恋人设定了安全词，以后吵架谁情绪崩了，就说路灯，然后大家就缓一缓。然后昨天吵架，路灯，路你妈！但是这些才是真正考验情绪价值的部分，就是能够稳定的输出价值，
才是真的价值，才是让一个人在精神上离不开你的关键。什么样的人能够稳定的、持续的输出情绪价值呢？我归纳了一下，有2种。第一，要么永远把对方的情绪放在自己之前。不得不说，这个听起来就很反人类啊！即使自己再生气、再崩溃，也要先把情绪压下来，让对方先舒服。讲真的，这种态度拿来应付一下老板或者甲方都还好了，但是作为恋人要这么小心翼翼，你可能早就先作了，对吧？除非啊，要么一个人他就是在舔，要么就是他的心智水平远远高于对方。就比如说和某些大叔相处，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对吧？遇到什么事情他不会和你一个小姑娘较劲的，那这种效果是心智差距带来的。第二种人就是他本身就不太容易有负面情绪，所以对他来说输出正面情绪是很正常，不太需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不得不说啊，世界上就是有佛系的人，就是有乐天派，你不太容易看到他生气的，他们自身的情绪就很稳定，自然就能够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没错啊，这也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更底层的提供情绪价值的核心，就是你的情绪状态越好，它越有可能把正面的积极的情绪传递出去。可能有人会说啊，那上面这2种人我都不是，我是不是没救了？有救。既然关键在于保持自己的正面情绪，那我们就去修炼嘛。当然这个资料很多啊，我就分享一个我曾经用过的亲测有效的小方法，就是每天写下那些能够让你感觉到开心的小事，然后经常看它。比如我今天体检，一切正常；比如今天早上起来，发型竟然没乱；比如我今天看视频学到了不少东西。还点了个赞啊！你别管，就是写。我一直说注意力是有排他性的，当你的脑袋里面装的都是这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负面的东西自然就少了，情绪也就自然好了。然后用你的好情绪去感染别人，让别人情不自禁的想要靠近你，那么你就是火焰。如果本身我们没有好的情绪，还硬要去取悦别人，那么你就是飞蛾。做火焰不做飞蛾。从这点来说，那些真正擅长去提供情绪价值，包括情商高的人，他绝对不会去吝啬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在他这里，情绪价值不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他总是有能力让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所以情绪价值这个东西，给别人之前要先给自己。说实话，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但正因为不多，你才会脱颖而出，让一个人在精神上离不开你。大家好，我是袁爷爷。每次我说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都会在评论区看到有同学说，很羡慕那些从小就被爱的女生，羡慕她们有一个好的父母，一个好的童年。一般这种我都不会回复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们。但是我们换个角度说，从小被爱的女生，未来就真的更容易找到好的对象，或者在对象那里也一直被爱吗？我恰好咨询的时候碰过不少这样的女生，尽量的排除掉个体差之后，我发现她们在长大之后，在情感里面往往会更容易遇到这几个问题。这是最明显的一点，他们接受来自于原生家庭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不用去父母那里交换什么，因为你是女儿，所以父母就会把最好的都给你，包括但不限于整只鸡的鸡腿、西瓜中间的那一口，以及看哪个电视台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变得更好或是更差，即使她纹身、抽烟、蹦迪，但她在父母那里依然是好女孩，父母的爱是不会变的。作为儿女的视角来看，这非常棒啊。只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像习惯了呼吸一样，习惯了这种被爱的方式，当他觉得这些已经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他恐怕就没有办法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关系都是遵循动态平衡的。动态平衡很好理解了，就像是朋友出去吃饭 AA 制，这就是平衡。而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这就是动态平衡。说白了，就是从长期来看，双方的回报和付出大抵是相等的。而血脉关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是相对来说最不求回报的一种，是可以不遵循动态平衡的。特别是一个被父母从小无条件爱的女生，她完全不需要回报父母什么，当然父母也不需要了，但因为这样，所以她可能会误以为伴侣的爱和父母的爱是一样的，她不需要为伴侣付出，就像不需要为父母付出一样。这对她来说等于打雷下雨这种自然现象。但是站在她伴侣的角度，很明显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自我为中心，那就一定会更少的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情感关系其实是需要遵循动态平衡的，这般没有几个人能够忍受在感情里面只有单方面的付出，另一方还打从心里觉得心安理得，所以这样的关系就非常脆弱嘛。照这么看，不被爱的女生往往要学会爱自己，而一直被爱的女生却要学怎么爱别人。而且这两者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真的要在挫折中才能学得会。
好，我们之前讨论过，缺爱的女生往往更难以得到爱，也容易被坏人骗，对吧？我们说过，一颗糖就可以把他们骗走，因为之前没有人给过她。甚至缺爱的女生她可以意识到这颗糖背后是有陷阱的，但是她太贪恋这颗糖了，所以明知有陷阱还是忍不住往下跳。那么按理说，被爱的女生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一颗糖而已，我可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但就很奇怪，现实中我们又总会看到这些女生被渣男霍霍，被动的成为一个傻白甜。后来我发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一直接触的都是好的，没有接触过坏的，父母对她的爱是一种庇护式的爱，恨不得拿个玻璃罩把她罩起来，让她尽可能的不要去接触那些阴暗面和坏人，以确保她周遭是干净和安全的。所以缺爱的女生往往是明知道有个陷阱，我还要往里跳，而从小被爱的女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在她眼里，爱就是很纯粹的东西，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没有必要掺假嘛。所以他们特别容易相信一些类似于山盟海誓承诺之类的东西。但你也知道，父母是不可能一辈子保护一个人的嘛。而如果没有经验，又真的遇到了坏人，那他们是很难有辨别能力和心理准备的。所以我听说过网上的一种说法，就是作为女生最好能有1到2个渣男做朋友，他们可以帮你填补很多你对于渣男的认知盲区。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被女生依赖并不是什么坏事，我相信男生们是可以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感的，只是依赖和依赖性强是有区别的。怎么解释啊？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吐槽，说男人和女朋友在家，家里有个电器坏了，男人就打电话叫维修人员来修嘛，然后维修工一边修一边就教他们这是哪里的问题，如果下次再出故障应该怎么来解决。男人就提醒女生说，你也注意听一下，要不然下次我不在家，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嘛。然后女生说，没事嘛，那我打电话给你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男人突然发现他非常不喜欢女生这么说。怎么说呢？可能在女生眼里，这是一种依赖，也是信任一个男人的表现；但在男生眼里，这也是依赖，但赖这个字的成分会更重一点。他不喜欢的是这种被赖着的感觉，这个我个人是非常理解的。我之前也有和这一类女生交往过，比如说女生不愿意打车，我需要来回跑2个小时去接。一方面，我觉得作为男朋友，我确实应该这么做，也不是什么难事嘛。另一方面，为什么不让他打车呢？这个红绿灯怎么这么久啊？他就不能通适一点？我可是只睡了4个小时，小伙子敢加塞？还是单身啊？压力就是这样从各个缝隙之间钻出来的。一般来说，这类女生如果不是故意作的话，都会有一个特别宠爱她的，让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原生家庭，特别是父亲，是吧？我们都知道，女生对于男性最初的认知是来自于父亲的嘛，所以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们就容易默认，我男朋友也应该像我父亲一样来宠爱我照顾我，让我依赖。但是当她男朋友没有那么多心力的时候，就出问题嘛。这个我们当然也可以叫做反脆弱性比较弱就说从小一直被爱的女生通常更难接受不被爱这件事情，因为她们很顺利，连带着也很自信了。我从小就是宝贝，怎么可能有人觉得我不好，不珍惜我呢？如果他们在感情里面遭了球，就更难消化了，因为认知失调了嘛。有些脆弱一点的女生可能就会因此一蹶不振，甚至从此由自信转向自卑，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脚本的，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以前什么事都可以靠父母的，上学、工作等等，但唯独这件事父母帮不上任何忙。于是在懵逼之际，她可能会反过来去跪舔，也可能会不甘心了，非要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人那里耗着，是吧？这像是一种恋爱脑。但是我们一般都说，缺爱的女生更容易恋爱脑。这个女生是因为缺爱才显得恋爱脑吗？明显不是嘛。正因为她从来没有缺过爱，没有受到过情感上的挫折，以至于没有人会告诉她，面对不被爱这个事，她应该怎么办，怎么走出来。好，虽然不是说所有被爱的女生
终归还是要出去上的。最后，希望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啊！拜拜。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Hello， 大家好。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很多人对于捞女这个群体是有着很大的误解的。第一，很多人会认为捞更像是一种格斗游戏，会觉得捞女最牛逼的地方在于他们有一套很厉害的招数啊，比如来几句骚气的话术，发个带有暗示性质的朋友圈啊，别人就跟下了降头一样啊，就哐哐砸钱。格斗游戏就这样的，用一套什么连招就可以把对面打趴下，对吧？但事实上捞是一个战略游戏，你得小心谨慎的运营，慢慢的累积优势，最后获得胜利。外行只能看到他们获得了什么结果，却通常看不到他们前期的策略规划。打个比方他可能需要接触到10个人才能碰到1个砸钱的，而为了接触这10个人，他需要遇到30个人，为了遇到这30个人，他可能需要出门社交100次，不断的试探、筛选、再试探、再筛选。所以如何规划出这100次社交机会，对他来说往往是更重要的事情，甚至他需要先付出一些金钱，一点一点的累积别人的信任，最后才能获得一些什么我一直讲 pay to play， 其实就这个意思。再甚至他需要反直觉的先拒绝别人的付出，当别人觉得不是捞女，所以才会更加放心的给他花钱。所以在这里他的重点是如何获得别人的信任，而不是直接让别人为自己投资等等很多这样的细枝末节组合起来，共同决定了他最后能不能捞到。这是第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是捞女总是能赢注意重音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人，那像邓文迪、徐子淇，差一点的就是你社交平台上那些晒包晒转账的。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只要学会了捞的技术就能成为他们，但其实这里是存在一个幸存者偏差的。一句话解释幸存者偏差就是当我们获得信息的样本仅来自于那个幸存者的时候，那这个信息和实际情况就会有偏差了，是吧？只有捞到了的捞女才会晒出来，并且也只有捞女捞到了的时候才会晒出来。难道会有人主动发朋友圈说今年情人节啥也没捞到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对吧？不会的。而实际上捞这件事情成功的少，失败的多，这是第二个误解。所以每次我看到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捞女捞起来那么容易，我长得也不差呀，怎么就没人给我砸钱呢？我就知道 She knows nothing。 好，那些捞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借鉴邓文迪的经历来参考一下说真的，以邓文迪的起点，恐怕在各位同学面前都算不上优秀了。生于尚未改革开放的60年代，小镇重男轻女家庭，家里有2个姐姐1个弟弟，没长相没家境没背景，至于外形大家也都知道的，不算特别优秀吧。其实我们可以代入一下上面这些，就是说如果你是他，你会不会就严格的鞭策自己说我要傍富豪，别的都不行，就得是富豪？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这么想的。但邓文迪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那就是强烈的目的性导向。据已知资料来看邓文迪从成年开始，他的每一段关系都是带着强烈的野心和明确的目的的。于是他19岁的时候认识了美国加州的 Cherry 夫妇没错，就是他成功上位拆散掉的那对夫妻。这个男人确实是有点家底的，但也就属于美国中产的水平，还够不上什么富豪了。而同时他已经50多岁了，对吧？这个年纪相当于邓文迪的2倍都不止，还已婚。再代入一下，你是否愿意去趟进这个浑水里，跟一个比你爸还老的男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不惜当第三者也要和他结婚吗？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的，但是邓文迪愿意。这就是强烈的目的性导向，就是只看结果，可以为了这个结果忽略掉过程里面的那些艰难了。而且我们说和一个老男人结婚，这是一个结果的话，可能格局又小了。很明显，这对于邓文迪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他要的不是和老男人结婚，而是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有地方住，有起码的生活保障，有绿卡。至于捞钱，他的征途还有星辰大海，还有传媒大亨。我猜测邓文迪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起点不算高，不太可能一步到位放到富豪，那就多走几步，曲线救国嘛。而前面的这些所有，包括考耶鲁大学等等啦，就是他为了达到目的所制定并且实施的策略。所以你看，这像不像一个策略游戏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光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人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捞女的。
我见过很多人倒是有明确的目的的，但目的不等于目的性导向，目的只是目的，而目的性导向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会去牺牲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而只有一个目的在那里的话，就不太会去考虑应该牺牲什么，怎么牺牲比较好，只会想着自己要得到什么，这本质上是否定了所有社交关系里面最基本的那个互惠原则。而目的性导向之所以难啊，这需要用理性用力的去压制住感性。这个人就是有情感的，100%的理性，它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再看第二点，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呢？比如说老男人不肯离婚啊，把他撵回中国了怎么办？比如老男人的原配老婆不放手，跟他鱼死网破怎么办？再比如他嫁了过去，结果发现在那边生存比国内还要难啊，骑虎难下，只能和一个老男人凑合过了。又怎么办？反正这些问题，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其实我想想就已经被劝退了。我依然相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高风险的事情是不想做的，哪怕它可能伴随着高收益，但很多捞女是愿意做的。我不敢说她一定就不怕输，但她一定会更想赢。这是什么？这是很标准的赌徒心态，就他们宁可担着风险，他们也要这个收益。什么样的风险？就像新闻里报的啊，带着男生去高档餐厅吃饭，随随便便吃点5000上万块啊，结果男生中途跑路了，自己可怜巴巴的在那掏钱买单。再极端一点的，比如吴秀波的那位小情人，直接被送进监狱了，他们甚至都不敢声张自己吃过的亏，因为没有人会站在捞女这边，是吧？我们普通人想想这些麻烦的事情，难免都望而却步了。捞到了钱又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香的，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想赌的，凡是赌就会输，而大部分人追求的其实是不输。说到不输，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委曲求全、折中、调和的思想，甚至在有些人眼里，这是一种不思进取，是一种怂。我觉得不对，相反啊，我觉得不输其实是一种大智慧，至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是这样，比如找结婚对象，因为输不起啊。就说如果这是一个无限游戏，可以无限的换人，那我们大可去赌啊，输赢一半一半的概率嘛。但是当这个博弈次数降到有且只有一次的时候，虽然还是一半一半的概率，但输就是输了，没有机会再去赢了。所以不输很多时候其实是看透了这一层而演化出来的一种主动的策略。我不赌，我主动的选择不玩这个游戏，虽然我赢不了吧，但最差的结果也就是不输嘛。就像很多人找对象的时候，其实会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较突出的人，而选择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智慧啊？因为第一，这是一种理性的自控力，这种自控力会让你远离人性的弱点。什么弱点？人都是想要天上掉馅饼的。当我们可以不劳而获站在那里，别人就哐哐砸钱的时候，这个钱来的太容易了，但是美貌是会消失的，红利是会消失的。当人习惯了这种天上掉馅饼，再让他去踏踏实实的工作赚钱，那可就难了，是吧？就最终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承受着一个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后果了。第二，这是一种长远的全局观。对，我可能是找了一个相对普通一点的人嘛，但这种普通会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下，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给我带来好处，比如会少掉很多争吵，多一份安全感，并且我也不至于把自己完全的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更容易对自己有更多的掌控力，不至于说对方反水之后我就一无所有了。其实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种古老智慧，叫做竭忠等怨。所以说到这里，一切答案应该都已经比较清晰了。捞女普通人确实学不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学。像那些特别厉害的，比如邓文迪这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有强烈的目的性导向和豁得出去的赌徒心态，再加上运气，最后再成为那个绝无仅有的赢家啊！至少现在看是赢家了啊！在他背后，其实久赌必输的捞女随处可见，只是我们根本关注不到而已。所以赌了一辈子的赌王何鸿燊最后总结出一句金句啊，说不赌才是赢。赢了什么呢？其实赢的是人性，是欲望，是无常的命运。所以这期视频我就希望帮大家看透这回事，然后你就应该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上那个牌桌。至少我认为不上桌绝对不是怂，也不是懦弱，而相反很可能是一种更高阶的智慧和清醒。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OK。
OK， 观众朋友来做个调查吧，那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缺爱的人吗？如果你选的是，没关系啊，你把这集视频看到最后。也不会改变的。但是啊，如果你愿意在看完之后尝试一下视频里面的方法，就不一定了。OK， 什么叫缺爱？因为这个词太过于抽象了，所以很多人会理解为母胎 solo， 找不到对象，或者对象对自己不好，就缺爱了。OK， 这不是缺爱，这是幽默啊。打一个形象的比方，缺爱其实就很像缺钱。哎，我每个月赚的少，不代表我就是缺钱哦。一些家里动不动大几套房的人，就算他不赚钱，他也不缺钱，是很有安全感的。真正的缺钱是我卡里的钱本来就很少，而且还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在变少，也不知道去哪里再弄钱的时候，哇，那心里面就有一个无助啊。这种无助，一个没有真的缺过钱的人是很难体会的。缺爱是一个道理，本来他从父母、朋友、恋人身上获得的爱意就很少很少，当他走上社会，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生活的一切的时候，他会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何去何从，何以为家。同样，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无助感嘛。OK， 当一个人无助的时候，他会干嘛？他会想要抓住或者依赖一些什么？他会希望有一股力量能来拯救自己。对于缺钱，那可能是一笔横财；对于缺爱，那可能是一个伴侣。而当他极度想要依赖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一样东西。就是自我。好，我知道缺爱已经够抽象了，然后又说到什么自我啊，好像越来越虚了。但你也知道，我从来不虚，不虚。什么叫有自我？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你能够回答这几个问题：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对吧？其实你可以试一下，认真的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就发现还是有难度的。当然，这不像你问一个小孩啊，未来你要做什么？我要做科学家，两码事啊。一般来说，越是有自我的人，不说精准的描述吧，起码他越能够抓到这几个问题的方向，哎，心中会大致有那么一个轮廓。而越是没有自我的人，就会相对更懵逼一些。好，那为什么没有自我的人，他会更想要去依赖、去依靠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自我分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内在自我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果评价过低，那就是自卑；如果评价过高，就自负。又正确又合理，那就是自信。你看啊，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接受到了很多这个世界的爱意，父母会告诉他，不管你是智障还是残废，我们依然爱你。可能朋友同学都喜欢他，亲戚朋友也对他好，压岁钱都比别人多200，我跟你讲。那么他对自己的评价就会比较高嘛，起码是非常自信的。不管是在恋爱上还是社交上，都不至于低人一等。什么感觉？他心里知道，哎，我不用求着谁了，我也不怕把一些关系搞砸，因为当我穷途末路的时候，还有我家里人罩着我。而往往像这样的人的人际关系还不错，对吧？因为他无所图嘛，而且他对别人有更多的善意，那么别人也自然会以善意来回报。OK， 我们梳理一下，正因为一个人从小接受到了足够多的爱意，所以他的自我构建程度比较高，很自信，所以他对外界的需求感其实是更低的。我不想凡尔赛啊，但我说的确实是我自己，我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的，无以为报，所以我对这种状态的感触是比较深的。而我的这份工作注定会让我遇到很多和我的境遇截然相反的人，他们从小就缺乏世界的爱意，父母对他们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啊。就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好，比如考试分数不够高，就没有人喜欢我，可能同学关系也处不好，桃花运更差了，于是他们极度的不自信，也没有自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再说内在自我、外在自我。当一个人的内在自我无法构建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求外在的自我，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朋友、父母、同事、恋人等等吧，他们会时刻都想着如何让人喜欢自己。让人喜欢自己，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不也是上进的表现吗？这不 better me 吗？不完全是。就像有些人，他去书店看个书，给你拍个9宫格的朋友圈，这是去看书吗？好，这可能也是啊，但展示的痕迹是抹不去的嘛，是吧？他需要被看见、被肯定，哎，这就寻求外在自我哦。这里有一个我一直认为，但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啊，就是那些除了发广告以外，酷爱发朋友圈的人，相对比较缺少内在自我，不是很自信。OK， 大家也可以帮我验证一下，是吧？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比较自信的话，那么通常他不会那么渴望外界的认可，是吧？你看我就不在视频里面求点赞、求3连，反正就那么个意思啊，你懂的。好，讲实话，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个人做所有事情的动机都是为了得到外界的认可，这就会引发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外界没有给到认可，甚至是给到否定的时候，他会变得很扭曲。挣扎，比如当一个人要和他分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吧，那不重要。对他来说，只要你和我分手，你就是否定我。一方面不甘心舍不得，一方面又同时怨恨着对方，是吧？谁让你否定我来着？算我没文化，我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
注意哦，这不是恋爱脑，恋爱脑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状态，像是得了病一样，入戏了我也一样恋爱脑，没入戏那爱谁谁是吧？而缺爱会导致一个人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温暖，谁都好吧，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贸然的开始一段感情，哪怕他知道对方是个渣男，但他拒绝相信。即使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已经非常痛苦了，他依然舍不得离开的。而且这种低自我就会形成高依赖，对方本来一个人也很累了，没想到伴侣不仅不能够帮自己分担，反而增负了，怎么办？跑路呗。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认为，有一种情况，就这个男生不是渣男，只是他和一个特别缺爱的人在一起，会显得特别像渣男。而且缺乏自我的人，他抗打击能力其实特别弱，从而就会产生一种攻击性。日常你不能说他什么不好的，因为你所有的负面看法在他那里都会过度的转化，变成对他这个人的否定，然后触发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怎么样？是不是可以感觉到是一种很挣扎的状态？如果你可以感觉到，那么你应该就能理解，他们往往会给人一种压抑又不真实的感觉。所以说到这里，缺爱到底是缺什么？其实缺的就是自我，准确的说是内在自我。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而更要命的是，越是缺爱的人，往往越得不到爱，就像是越缺钱的人越赚不到钱一样。贫穷的本质里面提到过一个叫做贫穷陷阱的概念，很有意思啊。说非洲那些比较穷的国家，其实政府也会经常发一些补贴给穷人。按理来说，他们拿到钱能够存起来做一个原始积累啊，后面再去做生意等等什么的，是更容易发家致富的。但政府岂能料到？这帮人拿到钱不是去存起来，而是拿去买糖、买电视机去享乐。买完电视机哪还有钱？没钱了怎么办？又只能去做廉价劳动力，继续穷。这就是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力，最后再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用书上的话说，就是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穷，是吧？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我们能不能套用一下说，一个人缺爱是因为他缺爱呢？你看嘛，一个人缺爱他会干嘛？会迫切的渴望得到一个伴侣，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对吧？因为迫切，所以卑微，他会特别想要抓住面前这个人，因为缺爱缺太久了，哇，太难受了。这个时候他甚至会放弃一些自己的框架，只要对方愿意和自己在一起，怎么都好吧。但你也知道，一个人失去了框架，他就失去了魅力，所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缺爱导致迫切，导致需求感爆棚，导致对方压力大，导致对方跑路，最后再缺爱。当然还有一种，因为迫切，所以眼瞎。渣男最喜欢哪种猎物？就是缺爱的女生啊，是吧？随便说两句骚话，立马破防，爱上了，进去沦陷了，然后渣男走了，又缺爱了，也是一个恶性循环。顺便一提啊，骗子也是最喜欢找那些喜欢发横财的人下手，这种人没理智的，一骗一个准。好，那关于一个人长期缺爱会变成什么样，到这里应该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一个缺爱的人，他能怎么办呢？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无条件对自己好的人，能够解决吗？